在河西走廊的戈壁深处，屹立着一座被风沙雕刻千年的古城锁阳城。这里不仅是丝绸之路的军事要塞，更是玄奘西行路上最惊心动魄的历史现场。当我站在塔尔寺的残塔前，凝视唐代的土坯白灰，耳畔依稀回荡着玄奘讲经的梵音，眼前仿佛重现着孙悟空的原型石潘陀挥斧搭桥的传奇。今天就让我们沿着时光的轨迹，共同揭开比《西游记》更震撼的历史真相。离开了嘉峪关，我就驾车前往瓜州锁阳城，全程263公里，需要3个小时。这是锁阳城遗址游客服务中心，现在是早上9点44，开始进入景区。这前方是有个大的照片了，这应该是薛仁贵将军的雕塑啊。探索千年锁阳城，触摸丝路新传奇。刚刚已经买过票了，包含观光车，总共呢是70块钱。这一趟观光车要坐好几公里呢。到了，已经看到很多城墙的遗址了。我们先到的是内城，这里有一个简介牌。内城的平面呢是呈现出不规则的4边形，在这个城墙上啊是有马面、瓮城、角墩。在城内呢还有房屋、道路、水井。那总的面积呢是28.5万平方米。那现在呢就进入内城来看一看。从表面上看呢，它已经剩下一些城墙遗址了。现在景区啊已经修了一些木头的游览栈道。这里原来就是一个瓮城。瓮城原来呢它是有2个门的嘛，一个在那边，另外一个门呢原本呢应该是在这一边，不过这边呢已经是被堵上了。这位是来自陕西西安的大哥，大哥您贵姓？姓沈。您是第一次来锁阳城吗？第一次。河西走廊是第几次自驾？第2次了。第2次了啊。现在您是往西边走还是往东边走？往东边走。相当于是往回走了。往回走了。我从那个独库公路，塔县红旗拉普，一直过来的。我进来的时候从南疆。从南疆。南疆。现在新疆那边天气热不热？天气还行，还行啊。南疆红旗拉普还下雪了。南疆有没有这里热？南疆没有这里热，南疆没有这里热。那还挺好，因为我现在我是打算去新疆那一边。那帮比这帮那帮的凉快，到晚上凉快得很。这帮还是热。瓜州，我从瓜州过来了。您是怎么想到会来这个锁阳城遗址看看的？和媳妇刚过来，媳妇在那，她不想进来了。她说来这儿看这个遗址。其实这里还是蛮有历史的哈。蛮有历史的。挺值得游览一下。虽然说只剩下了遗址，对吧？但是可以过来这里感受感受嘛。是。好的，祝您玩得开心。好嘞。这里的内城啊，它是分为东西2个部分。看一下这边是比较大，中间那里啊是有一道隔墙。隔墙的另一边呢是稍微小一点，然后往这边看，中间呢是有一座塔，那里就是塔尔寺的遗址了。原本这中间呢是有一条通道，现在游客止步了，不让走到城内去了。城内现在看到有一个个小土堆，那这里原来啊就是一些房屋的遗址，然后经过风沙的雕琢，变成了一个个土丘了。站在锁阳城的夯土城墙下，仰头望去，这些历经1000年的土墙依然巍峨耸立。28.5万平方米的内城遗址中，最高处还保留着9米多的残墙，唐时的边塞雄浑气势仿佛触手可及。最让我惊叹的是西北角那座角墩，它可不仅仅是普通的烽火台，唐代工匠别出心裁地设计了拱形风洞，巧妙地利用瓜州世界风库的风力特点来减轻风蚀。
站在这里，你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，这简直就是古代的空气动力学杰作。外城更是壮观，76.6万平方米的广阔区域内，一道东西向的隔墙将区域划分得清清楚楚，一边是军政区，一边是农耕区，真正实现了占石为宝、闲时耕垦的智慧布局。但对于我而言，我更有兴趣的是距离主城1公里外的阿育王寺，也就是塔尔寺。这是我们广东的小伙过来这里画油画。画油画，对。这个恐怕要等到下午再回来看，可能就看得到成型了。下午还不一定。不一定哈。对，下午其实是不一定的，因为2天其实是用2个。没事，这样可以。用2天来画。不要打到对，这么大。等一下是用这个扫把来画吗？对啊。哦，这是他的画笔，你看，就是扫把啊，还有一把刷子。你看，就是这些都是扫把。啊，你这一拍我回来也能看着。可以啊。艺术家果然不一样啊。这就叫艺术家。对。不是艺术家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艺术的。他是珠海一家高级中学的美术老师。珠海是艺术高级中学。对，广州美术学院毕业出来的。我是买了新的扫把之后呢，我觉得新扫把不好用，我跟那些农村的阿姨，我跟她说换那个用过的。这是塔尔寺的正面，看得出来啊，原来它也是左右对称啊，一边钟楼一边鼓楼，中间呢是大塔。原来这一片区域呢也是有建筑，你看这里有一个牌子写着1号建筑遗址，还要继续沿着木栈道往大塔那边走过去，看一下远处这个位置还有墙基的遗址。其实原来塔尔寺规模啊还是蛮大的，它总共呢是有1.5万平方米啊。这里呢还有17号建筑基址，这边就是塔尔寺的大塔了，其实呢也叫做藏经塔。我们等一下走到正面呢，来看一下。整个寺院遗址呈长方形，中央那座14.5米高的大白塔庄严耸立，周围9座小塔如众星拱月般环绕。寺院严谨的中轴对称布局，默默地诉说着汉传佛教西传的历史脉络。在这座大塔的后方来看呢，很像是一个巨大的佛头的后面啊。再来看一下这后方，一整排小塔也是残缺不全了，看得出来里面呢是空的，这里呢是露出了一个洞。来看一看塔的正前方，上面这个位置啊是有一个小的洞嘛，这个洞的下方这一片区域啊，这个砖呢是不是看起来有一点不一样呢？那么其实这片区域啊，它是后期补上去的。原来呢这里有一个巨大的盗洞，一直通到塔的中心，把塔里面的那些经书啊全部都盗走了。那具体是什么时候被盗走的却一无所知，但是当地的文物部门啊却了解到，在1907年的时候啊，英国的冒险家斯坦因在塔的前方拍了一个照片。不过在1907年以前呢，这个盗洞啊就已经存在了，所以说里面的经书啊不一定是他盗的，但是斯坦因呢却是盗走敦煌大量文物的那个人。早在唐朝的时候，唐玄奘在去西天取经的途中呢，也是在塔尔寺啊讲经布道。这里虽然没有莫高窟绚丽的壁画，却保存着更珍贵的历史记忆。唐玄奘曾在此讲经1个多月。在公元627年秋，偷渡出长安的玄奘抵达瓜州，我仿佛看见那个身披破旧袈裟的僧人正面临绝境。凉州的通缉令已送达，玉门关外五峰台戒备森严，唯一坐骑倒闭，葫芦河水湍急如天堑。转折发生在一个胡人身上，他就是石班陀。史料记载，此人尖嘴猴腮，目露金光。在塔尔寺的讲经台遗址前，我找到了这场历史性相遇的现场。玄奘在此弘法时，石班陀或许就跪在这片黄土上发誓：弟子愿护送师父过五峰。
最戏剧性的场景发生在夜渡葫芦河时，石盘陀恢复砍伐胡杨，用枝条藤蔓扎成浮桥，在月光下，这个矫健的身影与《西游记》中孙悟空称伐渡江的影像完美重叠。学界公认，这个既虔诚又叛逆的胡人弟子，正是吴承恩创作孙悟空的原型之一。然而，现实的残酷往往超乎我们的想象。就在玄奘一行人夜宿戈壁的时候，那个原本信誓旦旦的石盘陀突然动摇了。要知道，按照唐朝法律，偷渡边关是要杀头的，而且连向导都要一起受罚。就在锁阳城外这片荒滩上，石盘陀曾经拿着刀子在这里来回踱步。据说他甚至一度想要刺杀玄奘以求自保，但是当他看到玄奘那种宁可死也不违背承诺的坚定眼神时，最终被深深震撼，扔下刀转身离开了。剩下玄奘一个人真正走进了死亡地带。这片戈壁沙漠白天温度能达到46度，炎热的气浪让远处的景物都变得扭曲模糊。而当年玄奘在这里历经了4天5夜滴水未进的极限考验，甚至在打翻水袋后只能爬行前进，最后还是靠那匹老马嗅到了水源才得救。望着远处若隐若现的海市蜃楼，我想玄奘当年也一定见过这样的幻想，但他始终能够分辨虚实，因为在他的心中早已筑起了一座永不消失的佛国，而这份坚定的信仰才是他西行路上最可靠的指南针。仔细看这些塔尔寺的土坯塔，白灰抹面的痕迹还清晰可见。这些建筑细节的背后，连接着一部跨越文明交流的历史长卷。经考古研究显示，唐代时期这座寺院同时融合了汉传佛教的对称布局、吐蕃风格的覆钵式塔形，甚至还有西夏的土坯建造技艺。虽然现在很难准确地指出哪里是讲经台，但史料记载，玄奘就是在这里一边讲解般若经，一边向当地胡人传授农耕技术。这种既传佛法又传生计的方式，让塔尔寺成了丝绸之路上的知识交汇点。就像玄奘在《大唐西域记》中写的：“治理虽容，庸实难起，故借工巧之计，以启信心之门。”这句话的意思是，最深奥的真理虽然圆融完备，但普通人的见识难以理解和接受，因此要借助具体巧妙的技艺与方法作为引导，来打开他们的信仰和理解的大门。看一下这个位置，原来里面呢是空的，看得出来这里面呢是有一些小的佛龛，不过里面的佛像啊却不翼而飞。现在来看看塔尔寺前方的这一片土地啊，看起来呢就是荒漠化非常严重，但是大家敢想象吗？在古代啊，这里却是一片良田呢。所以说塔尔寺以及锁阳城啊，它是见证了这片区域啊荒漠化的整个过程。站在这里，强风扑面而来，玄奘那句不至天竺，终不东归一步的话语，仿佛就在耳边回响。如今交响丝路1号线如银色缎带般从远方掠过，现代人3个小时就能走完玄奘当年搏命半年的路途。交通越来越便捷，但那份执着与坚持，是否也在不知不觉中被我们遗忘了呢？细读史料会发现，玄奘的成功不仅靠信念，他研究戍卒换防规律，夜渡关隘，用袈裟包裹马蹄减少声响。这种将周密准备与坚定信念完美结合的做法，或许能给我们很多启发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既要脚踏实地地做好规划，也要保持追寻目标的热情和勇气。锁阳城与塔尔寺之所以震撼人心，正是因为这里没有神话光环，只有真实的人类勇气。当玄奘与石盘陀在月光下共筑胡杨桥时，他们不知道这个故事会被传颂1000年，但正是这种不知结果仍奋力前行的纯粹，让我们看到人类精神中最动人的模样。静静地站在塔尔寺遗址中，看着沙粒随风从指尖流过，如同1000年时光悄然消逝，但有些精神却如这里的夯土城墙，越经风蚀愈显巍峨。或许这就是遗址的意义，它让我们在荒芜中看见丰盛，在终结处遇见开始。